Hello， 大家好，我是店家博。LPL 职业联赛夏季赛的比赛将会在明天正式开始，相信大家已经等待很久了，想要看一下各支战队的状态如何。而在这个过程中，DreamB会经常性的分享一下关于 LPL 队伍和选手的消息。在没有其他讨论热度的时候，观众总是能在 DreamB 的直播间吃到瓜。去年的转会期中，DreamB就堪称是一瓜。爆料的几乎所有信息最后都确认了。今年季中的转会期也是差不多的情况。之前很多观众就在问 DreamB 这样得到内部消息后各种爆料，难道不会引起其他队伍或者 LPL 官方的不满吗？从过去多次的转会信息透露来看， DreamB 确实是知道很多内幕，而且在直播间说出来的情况下，也没有战队出面表达不满。因此观众猜测有一种可能是 DreamB 的这种爆料行为是得到默许或者受益的，这样可以提升转会期的热度。包括很多其他的爆料人可能也是差不多的情况，但实际上 DreamB 也不是没有遭中过。在昨天的直播间中， DreamB 就表示自己因为提前透露了 LPL 夏季赛的开赛时间，导致被 LPL 官方直接罚款5万元。这个惩罚数额也是让观众们大跌眼镜。之前的选手处罚也就是几千或者1万左右，没想到泄露开赛时间，结果这么严重。之后 DreamB 也表示，之前官方处罚都是5000、1万，现在是5万。自己从19年开始之后，到现在已经被官方罚款了有10几万了。换言之 ，DreamB 之前很多次被罚款都没说。按照以前的尺度来说，看样子他没少被罚款。简单说一下， DreamB 是在春季赛结束之后，曾经给出过第一手爆料，说夏季赛的时间被大幅度缩短了，1个多月就打完了，为亚运会做准备。之后也透露了夏季赛的开赛时间。与此同时，宁王也在之前的直播中透露过，都是在 LPL 还没有正式官宣开赛时间的时候说的。宁王的说法和 DreamB 一样，但是时间更晚，在 LPL 开赛前一天说的，但是之后赛程公布，证实因为亚运会延期，夏季赛的持续时间是2个多月。宁王的这个消息是错的。现在不知道宁王是否有被罚款，还是说因为 DreamB 第一个透露消息的，所以只罚 DreamB。总的来说，这波爆料 LPL 开赛时间，其热度收益可能没有那么高。5万的代价看起来有点大，官方的一些处罚尺度也不那么透明。目前除了 DreamB 外，还没有听说过其他选手在比赛之外被处罚的。一般来说，选手都是在参加比赛或者比赛过程中被处罚，比如开赛迟到、服饰穿着不合格、外设不合格，或者比赛过程中上厕所、比赛结束后脱衣服等等。MSI 的时候，曾有一场比赛在开始的时候，并突然要使用洗手间，不知道那次是否被处罚过。还有就是比赛结束后脱衣服的这个事情，就是并干出来的。在基地打线上赛，比赛结束后直接忘了把衣服脱了。总之，现在的 LPL 已经有因为各种不同原因被处罚的选手了，处罚尺度也会经常性的引起争议。比如比赛过程中上厕所直接罚款1万，比赛提前退出游戏或者赛前的各种不合格应该是罚款5000。现在知道了选手透露官方安排会罚款5万，尺度好像有所提升。阿博认为 DreamB 这波罚款5万实属有点多了，虽然职业选手不那么缺钱，但被罚款还是会有点心疼的。至于为什么罚款这么多，有可能是因为 DreamB 是惯犯，多次干出这样的事情，导致 LPL 官方重罚了一次。至于具体判罚尺度规章什么的，作为观众们肯定也是不太清楚。但这里阿博还是想要重点提个事情，就是 LPL 的官方导播各种出错，次数也不少了，严重影响观赛体验，和选手上厕所造成的影响差不多。建议 LPL 能多针对这一点做出处理，改善观众的观赛体验。下面我们看一下隔壁的 LCK 赛区。LCK 夏季赛于6月15日开打，比 LPL 晚5天。而自从本届的 MSI 上18连胜的 T1 被RNG击败以后，韩国网友们也是在不断的寻找失利的原因。他们认为去年的 MSI 冠军 RNG 以及全球总冠军 EDG 和今年的 MSI 冠军 RNG 都是双败赛制选出来的队伍，
他们觉得这种赛制选出来的队伍具有更多的比赛经验，于是韩国的各个论坛都出现了许多让 LCK 引进双败赛制的声音。以前的 LPL 一直都是摸着 LCK 的方式来过河，从运营到打团，甚至于 BP 和英雄理解都是模仿 LCK。就像现在很多选手都会选择在韩服 rank， 这就是最好的证明，说明现在的 LCK 依旧非常的强大。但是 LPL 也开始慢慢成长起来，并且在近几年的国际赛事上面也打出了不错的成绩。而且现在 LPL 的1号种子真的是非常的强大，这一切可都跟去年 LPL 季后赛的规则改动有关系。以前的 LPL 季后赛都是单循环，通过东西分组来进行较量，但是这样存在着很多悬疑，因为总有一个半区的队伍没有办法跟另一个半区的队伍交手，你怎么又知道他打不过另外一支队伍呢？而双败赛制的出现恰恰排除了这样的情况发生。去年开启双败制之后，很多网友都在喷这个赛制，因为胜者组完全没有优势，落入败者组的队伍还可以通过复活甲杀回来，但是在胜者组一直连胜的战队却没有任何机会。去年 FPX 就是因为这个双败制丢掉了2个冠军，但很多网友却表示这样并不亏，胜者组其实是有一定的优势的，那就是决赛拥有优先选边权。从这次的 MSI 上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去年春季赛安安季从败者组杀出一穿3拿下春决，然后晋级 MSI 季中冠军赛，最终战胜 DK 拿下了队史第2座 MSI 季中冠军赛的奖杯。 EDG 在夏季赛也是如此，从败者组杀出，决赛战胜 FPX， 然后世界赛一路过关斩将，拿下了全球总决赛的冠军。今年安安季再度达成了一个成就，那就是季后赛改动成双败制之后，首支从败者组杀到决赛夺冠，也是首支从胜者组一路连胜拿下冠军的队伍。于是安安季在这次的 MSI 上再度夺冠，战胜 T1， 拿下队史第3座 MSI 冠军奖杯。双败赛制确实帮助了 LPL 很多，让 LPL 冠军亚军最终归属更有含金量，也确实影响到了最终参与 MSI 夺冠的机会。毕竟双败机制就相当于决赛要加赛一轮，最终决出的胜者才能参加 MSI， 实力和状态肯定是整个联盟里最有含金量的。双败赛制确实更利于 LPL 选出最强的队伍，但是双败赛制在 LPL 成立的最根本原因是 LPL 队伍多，对抗性强，一共有17支队伍，像安安季这样的队伍还有3、4支，而 LCK 只有10支队伍，并且是 T1 一家独大。如果贸然增加双败赛制，很可能只是多看2个其他队伍被 T1 虐的 BO5。双败赛制只有在整体实力较强的情况下，才能够发挥出最大的作用。如果仅仅是1、2个强队多打一场 BO5，也不会起到太好的效果。那么大家对于这点事是怎么看的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